跟法拉利同源的磁流变悬架。哇，斜了，265，嚯，4夹。Hello， 各位啊，今天我们来试驾的是深蓝的 L06。那这个跟 L07相比啊，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。L07呢是那种棱线的男性化的一个审美，但是这个你看很多的曲面，像这个整个轮廓都是变成比较圆润的这种感觉了。当然它也有一些小的这种棱线，所以说它现在这个审美呢，我觉得可能男生女生都可以接受了。前脸是一个比较低趴的一个前脸，这个大灯有点意思啊，它叫绽放的花瓣灯。就是我们在行驶过程中，我从后视镜看后面这个头灯的时候，有点辨识度。这个门把手我很喜欢啊，不是那种纯隐藏的，但是呢，它也能有效降低风阻。你把手这么一搭进来，开门就比较方便。如果要是缩进去的那种，我真是不太喜欢，有的时候会夹手。这个是年轻用户喜欢的无边框车门，因为它照顾到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，所以它做了一个取舍，没有把这个后备箱做成这个掀背式的，所以说还是正常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轮廓。车尾的话，尾灯这块还是深蓝家族比较标志性的一个设计。这是一个前备箱，空间还挺大的啊，很宽。车内整体设计就是感觉很年轻化，它有90%以上都是软包，硬的它也是那种有质感的材料，内饰这个质感挺好的。车内最大看点是它的芯片，首发的3纳米制成的车规级芯片，跟 iPhone 17的芯片制成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它操作流畅，还可以做多任务处理的时候呢，也会保障一个流畅性。副驾驶是一个零重力座椅，我们再去后排感受一下。我身高185啊，前排是刚才我的坐姿啊，我现在来后排呢，这个空间啊是中规中矩啊，这个腿啊也没有说太大的余量了。头部呢这块也基本上是快贴到了，那这块也就是刚才说它在做横梁，如果说后面要是用掀背的尾门，那它这个梁啊就会往前提，往前提的话会侵占头部空间，所以呢它就没有选择用掀背的一个设计。不过它座椅靠背的角度还是挺合适的，它能给你后背一个比较好的承托，是稍微有往后仰了一点的。说一个不足，我觉得这个车有一个逻辑，就是我们长时间停车状态下啊，如果你要直接挂 D 档，不行，你得关上车门下去，再刷一下车，给它刷开它，才能挂 D 档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优化一点的一个地方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，这台车配备的是跟法拉利同源的磁流变悬架，它能带来让车辆底盘更加平稳，侧向支撑更充足。但是普通路面上这种体验，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极致。咱今天把体验拉到极致，进入高环了啊！上回来就是一个加速，一会儿看到我们能开到多快。现在我们是平道，边上能看着斜的啊，一会儿咱可能就开到斜的上面了。带大家看看这个45度角里边这是个什么样的视线。哇，这180了，前面就到正圈了啊，斜了啊，265，嚯，200时速跟100时速真是差异太大了。哦，这个速度感啊，而且地面这个有纹路，感觉有点像时空穿梭的那种感觉。从高环下来了，平复一下心情，200开的是挺猛、挺刺激的。刚才听教练分享啊，因为现在高环里面车比较多，它是限速200啊。如果要是只有一台车去跑的话，它是在这个高环是可以有的车可以跑到260公里的。跑完场地啊，我们现在来到城市路段来感受一下。这个车的底盘调的确实是挺好的，整体感觉比较紧致，对细碎颠簸过滤比较充分。但是过减速带的时候呢，它就砰砰2下，很干脆的这种过滤。底盘质感是有点像特斯拉 Model 3的。包括刚才我们在场地里做飞坡测试的时候，我是以85公里每小时的一个时速通过一个飞坡，落地之后啊，悬架就一下就给底盘撑住了，撑一下车就平稳了，不用忽悠忽悠的那种。底盘调教比之前是进步了一大截。动力方面呢，这个车0-100加速是5.9秒，官方公布的 CLTC 续航是670公里，带3C 快充。智驾配备的是带激光雷达的组合辅助驾驶系统。现在这个系统还是测试的版本，跟大家买到手里的还不太一样。我们刚才体验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等有最终版本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智驾的体验。
这款车现在用这种曲面的设计，我觉得它的受众会更广一点，无论是男生女生，我觉得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它这种设计。另外，这个车是比较全面的，它整体的驾驶感受，还有里面的座舱，再有它的组合辅助驾驶都给你配齐了，就是你日常需要的、该有的它都有了。接下来就看看它的价格怎么样了，你喜欢吗？欢迎与我交流，拜拜。